分享精彩故事，带来不同视角。大家好，我是大宇，欢迎来到与众不同。今天我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徐文武教授，给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故事。大家好，我叫徐文武。徐呢是双人旁的徐，文武就是文武双全，取自于成语。然后我老家是湖南的，在国内呢度过了我所有的学习生涯，从高中一直到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然后读博士研究生，一直都是在国内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大学。然后就去到国外，先是去了德国，然后去了英国，之后呢又到了美国做博士后的研究工作，最后就在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叫圣地亚哥，是美国南部最南边的一个城市，靠近墨西哥的边界，叫圣地亚哥，然后在这边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我听说你高考、考研和博士的时候都经过了3次的失败，那最后还来到了美国当大学教授，那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你觉得自己成功的经验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吗？挺好，我觉得这个问题，我首先讲讲我的这个过程吧，是怎么回事。首先我高考呢算是正常发挥，没考上，但是1志愿、2志愿都没有考上，因为当时家里边就我第一个大学生，对报考志愿啊、专业啊什么东西完全不懂，所以我就随便报了2所学校。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中西部的2所学校，但是因为没考上，所以就没记住。然后就第1志愿没考上，2志愿也没考上，后来就调剂去了湖南湘西的一所大学，叫吉首大学，然后在那读了应用物理学师范类专业。因为学校不是很好嘛，就想说，哎呀，我考研吧。然后考研呢，当时是觉得湖南大学是个很好的大学，在湖南省也是一所重点大学，所以就想说通过考研来改变一下自己学校的一个状况，然后就考研吧。结果呢，英语差2分又没考上，没得办法，就只好又调剂。调剂呢，就去了广西的一所叫做桂林工学院的一个学校，也不是一所重点大学，然后现在改名了，叫桂林理工大学。然后研究生读完了以后，还是对自己的学校状况不是很满意，这是一方面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不是很想去工作，不想去公司工作。然后家里边呢，也不是那么急着我要去赚钱养家糊口啊，就有这个条件去继续去读，好像觉得自己也能读下去，也对读书这个事情也不是很排斥。完了以后就考博吧。然后研3的下学期呢就开始考，研3的上学期就开始考，然后当时考的是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学院的一个博士研究生，然后考到面试完了以后，据当时的导师告诉我说是排名前2名，但是最终他只能招收1个博士生，结果没办法就没考上，所以博士第1次考试也失败了。然后那研3下学期再考呗，来年春天再考。然后来年春天我就考了北京工业大学材料学院的一个博士，然后运气还不错，发挥的也还行，最终上岸，在北京工业大学读了我的博士研究生，攻读博士研究学位。那你觉得整个从3次失败，但最后又辗转的又读博士后啊，然后来到美国当大学教授，那你觉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我觉得也说不上秘诀吧，但是应该说是我的心得。就是首先第一，要能够，说起来有点像鸡汤啊，就是真的还是要能够坚持做一件事情。
我记得我当初读书的时候，读硕士研究生啊，读本科，当然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啊，都来自差不多的学校。然后到了读博士的时候呢，慢慢的，身边就开始有一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个大学，甚至有一些比较好的大学的，重点大学的都有。然后最后面呢，又去国外读各种各样的博士后，去德国、去英国，然后又去美国读博士后，总共前后做了5年左右的博士后。然后发现，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啊，就来自全世界各地，其中不乏来自于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大学，包括英国的剑桥、牛津啊、帝国理工啊，然后美国的斯坦福啊，然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啊，还有德国的慕尼黑工大等等，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学校。所以，如果能够一直坚持的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最开始你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抛下，但是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以后，去不断的做一件事情以后呢，就能够慢慢的追上别人早先超过你的人，然后最终你能够获得一些一定程度上的成功。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运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断的坚持的过程当中，然后一旦有好运气就马上就抓住，有机会就马上就抓住。那有句老话叫做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嘛。那如果你能够一直坚持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然后当运气机会来临的时候，你能够抓得住。我觉得这是我比较认为有用的一些建议吧。就是坚持和准备好，如果机会来临了就把它抓住。对，我觉得是。OK， 我觉得非常好的建议。OK， 下面带大家看看我们平时上课的地方。我们上课的教室基本上都大同小异，比方说我一般上课都会使用很多的多媒体的工具。一般你的课会有多少学生呢？我上好几门的课，不同的学期上好几门的课，有一些课呢大概也就是50-60个学生，那么用的教室大概也就是现在这么大。我有时候也会上有100多个学生的课，那就要用到阶梯教室了，那就非常大，可以做到100-200个人。那您现在在美国做大学教授，那你能够给我们讲一下你的日常生活，就日常工作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你一个典型的作为大学教授的一天的安排是什么样子的？基本上来说，大学教授有3方面的工作，不一定每天都会做这3方面的事情，但是首先科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学教授。所以我每天做的事情一般都是从做科研开始，有可能是自己写一些 proposal 啊，有可能是自己去做一些实验，或者做一些模拟计算呐，然后还有可能就是跟学生去交流问题、解答问题、讨论问题啊等等。然后呢，我们每周会有一定的教学任务，不一定每天都有。我的教学任务主要是集中在2天，这个学期来讲主要是2天，一个是周2或者周4。教课任务虽然也不算非常繁重，但是也不少，每周都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去准备教学呀、上课。这是最重要的2个部分，科研和教学。另外还有一部分我们叫所谓的 service， 其实也就是一些admin 的工作。那这些 admin 的工作那就不一定每天都有，甚至都不一定每个星期都有了。就我们有一些 committee 的工作，比方说学生的入学啊，有一些讨论说我们要
在系里边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准许学生的入学，类似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方说我们每年基本上都会有招新的教授，新的 assistant professor， 那这个主要的工作全部都是由我们全体的大学教授，在系里面的大学教授一起来，就是发广告啊、面试啊，然后最终讨论、投票决定，要录取或者说是招聘谁啊等等。当然还有一系列很多其他的service 方面的工作，主要是这个3个方面。就是教学，科研、教学和 service。对。那你觉得在这边上课，这边大学上课和在国内大学上课有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有一点，我刚来上课的时候，教学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课堂纪律非常好。我记得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在上面讲课，下边的学生交头接耳的也不少见。但是我到这边来上课以后，不管我在上面讲的怎么样，也许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人怎么讲这么枯燥无味、无聊死了。但是呢，大家基本上还是表现出非常好的尊重的态度，在下面坐着，然后认真听讲，也不会交头接耳。当然，你可能看着他表面上在认真听，也许他没怎么认真听，这个就不好说了。但是总的来说，课堂纪律非常好。那科研和教学这2方面，哪个更重要呢？他们2个有没有冲突，或者说如果有冲突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协调和平衡呢？ OK，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基本上每一个大学教授都需要面对的，怎么样去平衡科研和教学，再加一部分 service， 因为每一项工作其实都是非常的费时、耗时、耗力的。那当然，在我看来，不同的大学教授的阶段的 focus 可能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作为助理教授，首先第一，在大学教授的工作优先级方面，科研是最重要的。教学呢，教学只要不落下了，然后不出什么教学事故，就可以接受了。然后 service 那方面呢，也是reasonable 可以接受就行。所以，因为我们作为所谓的 tenure track 的assistant professor 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6年以后，整个学校要对我们的所有的科研呢、教学呀，还有 service 做一个评估，来决定你是不是最终能够成为这个大学的终身教职，也就是从副教授开始。那这一个评估很大程度上都是 focus 在科研产出上，所以那作为我们助理教授来说，那肯定更多的优先级就应该是要放到拿 funding 啊、写 paper 啊，然后培养学生啊等等，所以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就分布在这个上面了。那教学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比较minimum 了。你只要能够把这个教学工作能够正常的做下去，然后当然你想要做得更好，你永远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所以这就永远有一个平衡，你到底是科研要放得多呢，还是教学要放得多，这2个方面要去平衡好。那当你已经成为终身教授以后呢，也许你在科研那方面已经比较有一些积累了，然后也比较得心应手了。那在这方面，也许你可以花多点时间在教学上面，去怎么样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啊，怎么样去想办法好好的带学生啊，这方面也许你可以花多点时间。那你刚才提到了这个 tenure track， 然后6年会有一个考核，那您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运气还不错，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拿到了有2个还不错的 funding， 所以呢，在今年实际上年初的时候，
我就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接到我们系里面的通知、学院里面的通知，以及最近刚刚得到学校的通知，我的 tenure 已经基本上算成功了。然后等到正式今年秋季入学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学校的通知发布下来。恭喜恭喜啊！谢谢谢谢。那这6年时间，这个准备这些 tenure track 变成终身教职，那你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非常压力非常大？那正常来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但是我运气非常好，就是我来的第2年，我就已经顺利拿到了我们美国这边叫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项目。那我有了那么一个项目以后呢，基本上 tenure 的问题就已经不是很大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比较放松了。然后又过了差不多2年，我又拿到了一个美国 DOE， 也就是 Department of Energy 的一个项目的基金，然后这又更进一步的 secure 了我的这个 tenure track 的一个 promotion。所以总的来说，我的压力可能在第1年的时候比较大，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然后也不知道拿funding到底是怎么个拿法， paper 怎么写，学生怎么带，都不是很了解。但是因为我第一个funding拿得比较快，所以以至于后面的这些压力就不是那么的大。所以总的来说我还算运气比较好，一路比较顺利。这一边呢是我们学校比较中心的地带，然后这边的这些建筑它应该都是110多年前就陆陆续续开始建，然后扩建，最终成为今天的大学的整个模样。作为大学教授，那这个 tenure track 变成终身教授，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挑战，特别是对开始的时候。那整个职业生涯，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走学术的这个职业生涯，那还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挑战吗？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所谓的叫工作生活的 balance。那如果说家里边有小孩的话呢，那其实在工作上能够投入的时间确实会要压缩，所以工作上的成就呢，那当然就取决于不同的选择了。那我还是比较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在家人身上，所以就不可避免的在工作上的成就可能就不如自己希望的那么高，因为毕竟你能投入的时间有限。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同事，他就一直单身，然后他就是一个工作狂，然后拿的那个funding的数目，发表的论文的数量等等都是远超过我现在的这个状况。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到底你是怎么样去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2方面。那我感觉工作和生活那应该似乎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那不管是你在学术界工作还是工业界工作，我想再问一下，那你就相比工业界这个在学术界工作发展有哪些个不同，或者是有哪些好处或者坏处？你觉得？我觉得在大学里边工作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特别如果你是 tenure track， 然后成功评上这个终身教授以后呢，基本上工作还是比较有保障的，相对于工业界的工作来说。所以虽然有一少部分的大学教授他会跳槽，但是他们跳槽大部分都会是跳槽到更好的学校去，或者有极少数的也会去工业界，离开学术界去工业界，但是这样的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对于
大部分情况下来讲，大学教授的这个工作一旦评上终身教授以后呢，还是非常的稳定。大学教授的薪资和收入呢，其实也还算可以的，虽然比起工业界来说，整体还是要差一些，但是基本上在全美来讲，他的大学教授的收入啊，都是在比全美的这个中位数的收入都还是要高一些，甚至还高不少。那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一些公立大学，它甚至还有退休金制度。虽然现在已经不是所有的公立大学都有这样的制度了，但是在加州来讲呢，加州的大部分的公立大学都还是有这个退休金的制度。比方说吧，像我们学校一个终身教授，他退休以后工作了，比方说30年，然后他能拿到的那个退休金呢，基本上就是他退休之前最高工资的60%-70%左右，这个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那当然，相比于在工业界同样的 experience 的这些工程师，比方说在圣地亚哥来讲，有博士学历的比较资深的工程师，他的中位数的收入最终到他退休的时候，基本上能够达到15万美金以上，所以在工业界还是要收入相对来说要高一点。 OK，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那在学术界比较稳定，然后福利制度好一些，但是收入相对会低一点？是的，比工业界来讲是要相对少一些。我平时白天主要待的时间呢，就是在我的办公室，在这边。一间小小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我平时白天待的最久的地方了，坐在电脑面前写各种报告啊、备课啊等等。对于有想走学术路线这样的年轻人，那你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吗？给他们 ？OK， 我觉得至少有2点吧。我想想走学术的年轻人的建议，一是一定要把英语学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最新的这些学术思想和成果都是发表在英语论文的刊物上的。这个现象至少在未来的10几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都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英语学好，保证自己能够顺利的阅读各种各样的英文科学刊物，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学术交流基本上只要到了国际性的学术交流这一块，大家都还是用英语，不管你来自全世界的哪个国家，基本上大家都还是用英语在进行学术性的交流，所以英语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其他的建议吗？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发表论文。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或者说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论文是王道。因为论文这个东西它太好用了，有很多这种量化的指标可以用来衡量论文的发表，不管你是水平、影响力等等。那不管作为学生来讲啊，还是将来你要去科研部门、工业界的科研部门来讲，首先大家第一看的就是你的论文。如果你的论文能够发表很多，那当然很好，或者说你论文发表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呢你的论文质量非常高，比方说影响因子非常高，这也可以。当然最理想的结果就是你既有质量又有数量，那当然这个就最完美了。那下面我问一个比较时髦一点的话题，那就是现在这个 ChatGPT 人工智能很火嘛，
那似乎每天都有一个新的消息关于 ChatGPT 的发展。那社会上关于这个话题似乎也很有争议。那有些学校甚至就是说不允许任何学生使用 ChatGPT。那您个人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你觉得应该去禁止吗？或者是应该提倡吗？还是应该什么样的一个主张呢？人工智能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革命性的工具，然后我觉得一旦这些革命性的工具它传播开来以后，想要再禁止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作为学校来讲，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学校它会首先会倾向于禁止使用 ChatGPT， 因为用 ChatGPT 来写文章、生成文字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方便的事情。那学生的一些很多课业方面呢，就确实是要写各种各样的报告，他很容易就可以利用 ChatGPT 来写各种大量的报告来作为家庭作业来提交。这样的话呢，那在老师的这些评估啊，给学生打分啊，这方面就变得非常困难了。我完全可以理解这方面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一定在发生，而且已经大面积的在发生了。我就已经知道我绝大部分的学生他们都曾经或者正在使用 ChatGPT 在写作业。是吧？你能够看出来？我问了，我直接就问他们。OK，但是我个人的态度呢，就是我其实是不怎么倾向于禁止学生使用 ChatGPT 了。一方面是你禁不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更多的是学会去使用 ChatGPT 的这些工作啊。那我拿它来做学术，我拿它来写作业啊，我觉得这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那唯一需要改变的就是学校的老师们去怎么样去评改和评估学生的这个作业，要有一个新的改变了。因为你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老办法去对学生的这些作业去进行评估的话，可能就已经失去它应有的作用了。就是你还主张应该是与时俱进，去适应这种潮流的发展，而不是去禁止。是的，我同意。OK，我身后的这一栋大楼呢，是我们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下一个问题，你招博士生吗？我招啊。对你未来的，或者是对于想申请你的博士的同学们，你有些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学校，介绍一下你的博士点，或者说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想说的话吗？ OK， 好，谢谢。顺便做一带广告。对呀，可以。我们学校呢，全称是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翻译成中文就是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我先说一点背景，加州公立大学主要有这么2套体系，一套呢就叫所谓的加州大学什么什么分校，比方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啊等等，或者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这些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甚至在我们这个城市圣地亚哥也有一所大学叫做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这一些学校呢，他们更注重科研，所以你可以说他们都是科研型的大学，所以都比较有钱，经费也比较充足。那与之平行的还有一套叫加州大学，就是叫所谓的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什么什么分校。比方说我们学校就叫做全称，按理说应该是叫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Diego， 加州州立大学什么什么分校。是的，没错。那因为一些什么历史的原因吧，我们就把它叫做了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那我们
这一系列的公立大学总共有23所，刚才我说的那个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系列的总共有10所。我们这23所大学呢，是最开始的起因是教学型的大学。那我们这个学校就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呢，它就是非常的独特，在这23所大学当中就非常注重搞科研，所以我们的学校的这个科研水平呢，其实并不比加州大学排名后面的那些科研型大学的那个水平差，所以我们学校也是非常非常看重科研的，所以我们也会招收相当数量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那作为我个人来讲的话呢，我的研究方向我是属于机械系，工学院的机械系，然后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材料学。我招博士生呢，基本上有翻顶我就招，然后我现在有一个在读的博士生，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博士生今年是秋天的时候会入学，然后可能明年还会再招1到2个博士生吧。那你对这些未来的博士生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吗？或者说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OK， 我觉得首先对科研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兴趣的，或者这样说吧，至少要明确自己不讨厌搞科研，这一点一定是要明确的。因为搞科研其实大多数时候还是挺枯燥无味的，虽然有少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有激情啊，有很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枯燥无味，然后不停的失败，然后最终会成功。所以至少要明确自己不讨厌搞科研，就是你可以问一下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一辈子搞科研，我到底能不能做下去？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哎，我其实好像也不是那么讨厌搞科研，我把它当做一份工作来做，好像也能做得下去，那第一点就已经具备了，作为读博士研究生的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已经具备了。我觉得在我看来，这些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英语一定要有相当的基础，这个没办法，因为美国的很多大学它都需要一个 GRE 的考试，英语的基本成绩，那这一点我们是完全没办法控制的，所以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最低的要求的话，那我们其实是爱莫能助，是想招你都招不到的。然后第3个的话呢，就是最好能够在读研究生期间呢有写论文甚至发表论文的经历，当然多益善。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一点都是不是那么的重要，就是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经历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你至少证明过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去写科研论文呢，去完成一个科研论文的写作和发表，有这方面的能力就已经足够了。好，那希望大家踊跃的申请徐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这是一个小小的食堂，叫教工俱乐部，我们平时吃饭的地方。比方说这边有一些歌的，挺好吃的。这边就是各种各样的buffet，有各种蔬菜、水果啊，然后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主食。这边有汤，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试一下。今天是什么汤？今天叫 broccoli soup。
那你平时都在学校吃吗？还是在自己带饭吃啊？有时候自己带饭吃，有时候就来这边的俱乐部吃，因为它是自助餐，所以比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比较方便。今天吃了什么？今天吃的有鸡肉、猪肉，还加一个面包，一点水果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来一点。